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哈米尼真的吗？是海山市的殉道引爆了圣战吗？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是美以一的战火，现在似乎已经演变成了宗教末日战吗？三大信仰在这个时候对撞，中东会不会全面失控？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本来觉得这个美以战争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战争，但是现在会不会引爆的是宗教战争，演变成包括了有基督教、犹太教跟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这一场宗教战争呢？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经济学人》他这边做了一个最新披露，他说，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他在开战前曾经多次拒绝转移到地下掩体去做避难。那在这个演讲，甚至在演讲当中，他还刻意引用当时哈米尼刻意引用了有一个什叶派的历史中最悲壮的一幕，就是当时呢什叶派第三任，同时也是穆罕默德的外孙，他叫做伊玛目海山，曾经在一场战役当中，这个是卡尔巴拉战役当中，遭到逊尼派的雅兹德大军包围之后就殉道了。那么哈米尼特别提到的是说，他像我这样子的人呢，我是绝对不可能会跟雅兹德这样的人来做效忠的。所以从当时的意思来看，是不是他已经准备好会做殉道，也就是他这一次是故意要在美以的攻击当中殉道吗？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提出来的一个观点。那也因此，现在有许多的什叶派的这个神职人员也宣告，他们接下来要帮哈米尼报复，所以他们要来正式的发动圣战。好，《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这个样的观点的分析，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殉道对于什叶派的意义，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目前的判断是越来越趋向于说，哈美内伊应该是选择殉道的一个方式啊。至少如果以色列跟美国不敢直接的第一时间，那么对他做斩首行动的话，他也证明了他的勇气跟勇敢啊。那这个对于凝聚革命卫队、凝聚民兵，还有伊朗的人民是有相当大的助力的。也就是说，他很勇敢，他敢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对抗。因为当中国大陆紧急撤侨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讯号就很明白了。我们一般来讲，在观察国际间的撤侨的时候，其实美国跟大陆是我们最高的两个指标。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更会看重的是中国大陆的撤侨。大陆的基本上的政治情报工作基本上是蛮准确的，所以他们的撤侨的时间点都是比一般的国家来得准。因为有些国家动不动就撤侨，然后最后这个没有事，那被撤的人他可能当天的行程或者多少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你如果不撤侨，不宣布撤侨，情报失灵，像日本，你看现在日本还有200多人困在那边，我们台湾也很多人被困在中东地区，目前都还跑不出来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有些的地方是反应很慢，但有些人是反应过度。可是最准确的，一般来讲，大家会估计的是美国跟中国，特别会看的是中国大陆。所以当大陆一旦宣布撤侨的时候，你想，当他的大使馆、领事馆宣布撤侨，那你觉得伊朗不会觉得马上启动最高的安全等级吗？当然有可能嘛。可是为什么哈美内伊本身还是不愿意进入这种帮他们设计好的各种安全处所？没有，这代表说他一方面，如果说他们美以没有对他实施斩首行动，他展现出他巨大的勇气。第二个，如果对他实施斩首行动，那他的这些高层都殉道了，殉道就会把伊朗跟海外的这些什叶派的人的凝聚力就拉到最高，而且也有可能会实施海外游击战。美国把它称之为恐怖主义战争，但是它是一种海外的为宗教而打的游击战，这就不能排除，这个就才有动力，这个动力是很巨大的，能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经济学人的评断基本上来讲是站得住脚的。好，所以在哈米尼他身亡之后，现在是不是掀起在海外的所谓的游击战，也就是圣战？现在浪潮会不会在全球多国兴起？那接下来对美国的威胁，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哈美内伊他这个殉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以他的个人的价值来看的话，他已经80几岁了嘛，而且身患癌症如果说不管之后来讲的话，老死或者是病死，那他一生大概就是默默无名了哈。可是如果这一次他可以用殉道的方式激起整个什叶派对美国的对抗来讲的话，他的名声可能会留下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这种宗教的心态来做殉道。那我将他称之，将哈美内伊这次的举动
称之为一个最大的恐怖的这种炸弹自杀客哈，他利用自己自杀，然后引爆了全世界所有什叶派的圣战。那目前来讲，果然没错哈，什叶派最高的宗教领袖叫舍伊子哈，这个拉瑟子。色拉子他99岁，他现在已经下达了所有的圣战追击令。那他将这次之后第一个，他将定位，他将美国跟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攻击定位为这个对伊斯兰这个穆斯林的一个攻击的行动，哈，是一个已经定位成一个宗教战争，那就非常可怕。所有战争里面最怕的，如果说只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是地理的因素、资源争夺因素，或许还好解决。但最怕的就是2种战争，第一种是民族战争，第二个是宗教战争，那永远没完没了。除了中国之外，哈，中国大概不打宗教战争，但是我们很难去感受到，就是西方世界或者是说犹太教、基督教啊，或者是回教，他们那种宗教战争的狂热是很难感受到。第二个，他这种殉道之后，他会号召所有什叶派的这种这个激进分子哈，愿意为这个之后的圣战来投入这场战斗。当然，对这个哈梅内伊这次殉道来讲，也等于是一次下了一个动员令。所有的这个什叶派的这种年轻人呢，他之后来讲，等于接到动员令，他就开始投入战斗。所以我觉得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讲，以后来讲可能是这个很难有这个安稳的日子过。好，我现在看到的是宗教动员哦，现在已经从伊朗这边发起，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这场战争最后变成一个宗教战争？是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来做讨论的。就是除了伊朗这边有宗教动员之外，现在来自于美国方面，基督教这边有一些的声音，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非营利监督组织，叫做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表示说，最近呢收到了许多封美军士兵的投诉，部分的军官在内部动员的时候说，这一场战争是神圣的计划，他们大量的引用圣经启示录关于末日大决战的一个段落，还说川普呢是受到耶稣基督高抹拣选的领袖，对伊朗开战是为了引发末日之战，来迎接基督再临。那同时呢，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则是引用了犹太教典妥拉，将伊朗比喻成纯粹邪恶的宿敌亚玛力人。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宗教战争？委员又怎么看？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不管宗教战争、民族战争或什么其他这个狗皮倒灶的战争，就在决定你有没有物理学上的实力，没有就打不起来。举个例子，以色列好啊，你圣经也好，妥拉经也好，妥拉经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圣经前面那一部分。你不管怎么宣传，这个你跟伊朗距离都1600公里啊，你也不可能消灭伊朗啊。所以最后还是要怎么样？乖乖，不是和平共存，而是有敌意的共存。好。再来，我们也不用帮这个伊朗去吹嘘啊，伊朗没有那个能力啦。你说什么圣诞是全世界东突厥搞个老半天，东突厥在中国还不照常被镇压下去，对不对？这讲究是物理实力，没有那个物理实力，只是精神抗议没有。那当然了，每方面都会宣传啦，哈，比如说那个所谓的哈米尼被宣传成殉道，但我看怎么看都不像殉道，殉道会把老婆、小孩、孙子带在旁边给人打吗？不可能的嘛，可是有这个需要，你总不能告诉他说哈梅你是被骗的，被川普骗了，所以被打死的。是他真的是被川普骗啊，可是被骗多难听啊，对。那可是这样宣传可以鼓起这个什么伊朗力，可是问题伊朗人没那个实力啊。你说什么全世界圣战士如果几只小猫，那个恐怖分子街头上会有了，比那个美国那个整天开枪人数还少啊。美国一年街头上开枪至少死1000人啊！我讲的是警察开枪的哦，不包括自己开枪杀来杀去的哦。那规模根本还不能跟这个比。那你要像宾拉登搞是911哈，那宾拉登手上几十亿就为了这个计划，你像伊朗拿了个几十亿啊，不切实际了哈。所以这个战争本身要回归物理原则，你有多大的本钱、武力、粮食、弹药、补给啊？能够从事多大规模的一个运作，所以你说要变成宗教战争，你看那个十字军东征赢了吗？没赢嘛，战线太长了嘛，所以这个宗教战争在大部分的内战比较残酷，因为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对，所以就会杀得很残酷。但是如果是2个宗教离很远，
你美国基督教你离伊朗多远？你怎么可能消灭伊朗来回伊斯兰教？那什叶派也没有特别厉害，逊尼派 IS 就是逊尼派，还比那个什么什叶派更强。所以宣传你不要被宣传的给骗了，宣传是专门在骗人的。好，那我们也回顾到说，那这一场战争现在中间有一些的争议，就是在大家在了解说为什么当初哈米尼会被斩首，还有48名的这些高层会被团灭，是不是当中伊朗内部有内鬼？也就是说，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的这一位司令，他是圣城旅的司令卡尼，从2020年他就担任这个圣城旅司令的这个指挥官。那现在在怀疑是不是他当初把一些消息透露给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摩萨德，所以说他没有在这一次美国的斩首当中身亡，有没有可能？杨老师怎么看？他就算不是内鬼，他现在也一定是内鬼。因为你是唯一在最高层当中没有死亡的，自己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他就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圣城旅，就是革命卫队的司令了哈。至于哈梅尼是不是殉道，我觉得很简单，伊朗人选择相信他是殉道。一个他们认为说他不需要去停留在最高领袖的办公室。因为你在图片上看到，就是总统办公室中间有个清真寺，然后旁边就是最高领袖办公室，那打得很精准。那总统办公室完全这个一毫无伤，所以这个对伊朗人而言，其实这个86岁的哈梅尼在他的办公处所，那我们就来因公殉职吧，对不对？那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被炸嘛。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你还去那个办公处所，其实他大概知道。他就要选择了一个道路，那伊朗人就选择相信如此。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他整个49位，包含和这个哈梅尼的这个高层都被干掉。可是你看到后面非常有节制、有步骤，而且还蛮精准的18波的攻击，27个美军基地、雷达，然后呢海军基地，以及以色列的各式的基地，特别是特拉维夫。虽然这个越打越少。但是呢，一直持续，就表示说，其实他们等于就是说，立章就讲的没错，他有一点这种所谓去中心化，但事实上不是完全去中心化，那否则怎么去协调27个基地谁打谁啊？对，谁去打？所以那个机制还是在。我觉得，尤其是现在一直在传出来，就是哈梅尼的儿子穆杰塔巴。那如果是他的话，不管是不是他，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之后很有趣味的是，圣战化。这个的确，因为很多美国的一些评论员觉得川普做错了，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把86岁的哈梅尼给打掉，你跟整个穆斯林以及伊朗那是世仇了，因为他是精神领袖，他是宗教领袖，86岁你把他打掉，也打死。但是呢，他的儿子上来，我觉得伊朗的内部现在变得一个很有趣味，神权退后了，军队向前了，因为他的儿子穆杰塔巴是。没有什么这个名声嘛，也不是什么法学家，他只不过是跟革命卫队关系好。那革命卫队需要一个支持者，一直在拱他。以前就是这样的因素。那但是因为他是世袭，但看起来不可能。这次事件你成就了他，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看好他了，加油。但是呢，如果他真的坐上了一个最高领袖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变成军权主导，神权为名进行圣战。这对美国是不好的事情。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